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，我是阿光。白玉菇搭配鸡蛋，不要总是煮汤。今天分享不一样的新吃法。首先准备一把白玉菇，切掉根部，然后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把蛋连在一起的分开来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成熟和入味。根部的肉质比较老，而且有很多的杂质，一定要切掉一小节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往里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因为白玉菇生长在潮湿环境，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充分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，喜欢吃鸡蛋的也可以多打几个，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白玉菇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千万不能泡太长时间，不然有一股水汽味。清洗完第一遍，放在干净的清水中多淘洗2遍，把表面的一些杂质全部淘洗干净。最后控干水分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备用。做这道菜，我喜欢加入一小段苦瓜。苦瓜对半切开之后，用我小孩吃饭的勺子，把里面的瓜子和瓜瓤刮干净。尤其是苦瓜内壁白色的膜，是苦味的主要来源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可以减少80%的苦味。不能吃苦的朋友，一定要刮干净一些。全部处理成视频中这样简单的给下刀，把苦瓜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小条，也不需要切太长，和白玉菇的长短差不多就可以。苦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要想苦瓜好吃，我们要添加一个步骤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糖，下手翻拌均匀，使每一片苦瓜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一层白糖，充分抓拌均匀，让白糖杀出苦瓜的水分。家常菜要好吃，料头也非常的关键。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丁，放在小碗中。一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切成姜丝，然后再切成姜末。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几个洗净的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小米椒不仅可以增加辣味，同时还可以搭配颜色。一小把洗净的香葱，今天我们只要葱白部分，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这个时候的苦瓜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白糖腌制过后的苦瓜不仅颜色更翠绿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更爽脆。不要清洗，直接控干水分放在盘中，因为清洗过后的苦瓜吸收了水分，在炒制的过程中很容易出水。提前准备一锅开水，往锅中倒入白玉菇，焯下水，可以去除里面的草酸，在炒制的过程中不容易出汤。焯水的时间大约在1分钟左右，不然的话营养很容易流失，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鸡蛋直接倒在锅中。我们提前把鸡蛋煎至表面金黄，煎出香味。刚下锅的鸡蛋不要直接去动它，随着温度慢慢的升高，鸡蛋液慢慢的定型了，稍微转动一下锅，使鸡蛋液快速的凝固。底部完全定型之后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把鸡蛋的2面都煎至定型，煎出香味。用锅铲稍微的划成小块一些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鸡蛋的老嫩程度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，
喜欢吃老一点的，我们就多炒一会儿；喜欢吃嫩一点的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鸡蛋炒至定型就可以盛出来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下入切好的葱姜蒜、小米椒，控干水分的苦瓜也倒在锅中，快速翻炒均匀。我们要把苦瓜炒干水汽，炒出香味。炒苦瓜，很多朋友喜欢焯水，其实焯过水之后，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。接下来简单调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苦瓜炒至入味。因为苦瓜的质地比较硬，我们一定要多翻炒一会儿，充分的把苦瓜炒至入味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白玉菇也倒在锅中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白玉菇和苦瓜完美的融合。接下来把炒好的鸡蛋全部倒在锅中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鸡蛋、白玉菇和苦瓜完美的融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调味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，我们吃的是食材的本味。开大火快速翻炒，充分的把食材炒至入味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白玉菇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有时间做给家人们尝试一下。白玉菇、鸡蛋和苦瓜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这样炒出来的白玉菇脆嫩爽口，鲜香入味，苦瓜一点都不苦，吃起来爽口入味。不管是平常作为家常菜，还是用来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人间烟火，简单美食，好好吃饭，认真生活。我是烟火味厨房阿光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